半夜2点，你正睡得沉沉的，突然一阵撕心裂肺的干咳把你呛醒，你坐起身，大口喘气，感觉胸口仿佛压着一块大石头，隐隐作痛，额头上冒着冷汗，后背的睡衣也湿了一片。你疑惑地倒了杯水，以为只是房间空气不好或者最近太累。然而这真的是小问题吗？也许你的肺正在透过这些异常向你发出救命信号。谈到肺癌，许多人闻之色变，它是目前最致命的癌症之一，在我们国家的癌症死因中常年居首。令人不安的是，许多肺癌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，因为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，或者症状被当成别的毛病而被忽视。难道肺癌真的会毫无预警的突然降临吗？事实并非如此，肺癌不是一夜之间从天而降的恶疾，在它逐步发展的过程中，我们的身体其实早就透过某些细微的变化在示警，只不过常常未被察觉。特别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这些异常信号更容易浮出水面。想象一下，把身体比作一座工厂，白天机器轰鸣时，一点小故障的声音可能被掩盖，夜晚机器停歇，哪怕轻微的警报声也能被听到。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，白天的忙碌会让许多不适感被忽略，而当你睡着，周围寂静时，身体的内部警报就变得格外明显。如果肺部出了问题，它很可能会选择在夜里透过种种异常来喊救命。俗话说，肺癌上门，睡觉先知，意思是当肺癌悄然而至时，人在睡梦中的状态往往最先泄露天机，给出早期警告。那么睡觉时身体可能出现的3大怪象究竟是哪3种呢？简单来说，一是夜里无端发作的剧烈干咳，二是睡着时莫名的胸闷或胸部、背部疼痛，三是夜间反复出现的低烧或冷汗。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深入探讨这些异常现象背后的成因，看看为什么肺部生病了会透过这些方式向我们喊救命。首先，第一种怪象是半夜剧烈咳嗽，久久不得安睡。咳嗽是肺部在向外求救的警报器，一旦呼吸道出了问题，咳嗽声便会此起彼伏地响起，提醒我们注意。很多人都有过半夜咳醒的经历，也许正睡得迷迷糊糊，突然喉咙一阵发痒，随即爆发一串止不住的干咳，把自己从睡梦中活生生呛醒。这时你可能以为只是室内空气太干，或者最近着凉了，但如果这样的情况频繁发生，就要提高警觉了。临床研究发现，大多数肺癌患者在早期都出现过夜间咳嗽的情形，这种咳嗽多半是刺激性的干咳，往往没有痰，或者只有一点点白色黏痰。起初患者也许只是在深夜偶尔咳上2声，影响微乎其微。然而随着体内那颗恶性肿瘤逐渐长大，咳嗽的频率和剧烈程度也会同步升级。有些患者后来回忆，在确诊肺癌之前的一段时间里，自己几乎每晚凌晨2、3点都会突然被剧烈的咳嗽惊醒，那种感觉就像肺部被一只无形的手使劲挤压或挠痒，让人咳得停不下来，甚至一整晚都难以再安睡。为什么肺癌早期会引发夜间咳嗽呢？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。当肺部长出肿瘤后，就相当于呼吸道里潜伏了一个不速之客。这个不速之客可能刺激气管黏膜，或者部分阻塞了细支气管的通道。一到夜里，我们平躺下来，呼吸节奏改变，气道分泌物更不容易排出，喉咙也更干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哪怕一点点异物刺激都会被放大，引发明显的咳嗽反射。另外，夜间迷走神经兴奋性增高，气道相对更敏感，也可能让咳嗽变得更加容易发生。简而言之，白天也许肿瘤对气道的刺激还不至于让你剧烈咳嗽，但夜晚身体放松，刺激阈值降低时，隐藏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种肺癌早期的干咳通常没有明显的感染指兆，患者没有感冒，也没有痰液变黄变浓等急性气管炎的表现，就是单纯反复的干咳。有的人可能会误以为是空气太差，或者老毛病又犯了，而不以为意。殊不知，正是这种毫无缘由的反复夜咳，可能是肺部在努力向你喊话，我的里面出了问题。如果你持续几周在夜里都被咳嗽困扰，特别是每晚发作在相似时刻，那绝不是偶然，千万不要一拖再拖。
最好及时去医院检查一下肺部，早期发现问题，或许就能避免日后更严重的麻烦。现实中不乏类似的案例，一位50多岁的李先生，抽烟已有30年，近半年来，他每晚都会在凌晨时分被一阵咳嗽呛醒。由于平时也有慢性支气管炎的老毛病，他就觉得不过是老毛病又犯了，并未在意。直到有一天清晨，他发现自己咳出的痰中带有血丝，这才惊觉不妙，赶紧上医院检查，结果确诊肺癌。此时肿瘤已经不小，并有了转移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。这个故事发人深省，如果李先生当初没有忽视夜里反复的咳嗽，及早就医检查，也许他的结局将大不相同。千万别让悲剧重演，对深夜频繁的咳嗽务必要提高警觉。接下来第二种怪象是睡梦中出现胸闷、胸痛或背痛。正常情况下，人躺下休息应该是全身放松、舒适的。然而有些人一到夜里反而感到胸口发闷，甚至隐隐作痛，疼痛有时还会放射到背部。这种夜间出现的胸背疼痛，同样可能是肺部在呼救。我们的肺脏本身其实没有痛觉神经，换句话说，肺里长肿瘤本来不会直接让人感觉到疼痛。然而肺癌并不是局限在肺里默不作声的，它长到一定程度时，往往会突破肺的边界，侵袭周围的组织。想象一下，一颗肿瘤就像长在肺里的一团野草，越长越大，终于生出草丛，碰到了周围的建筑，比如胸膜、肋骨、神经纤维等等。一旦肿瘤压迫到胸壁或刺激到神经，疼痛的信号就产生了。白天的时候，也许因为活动和其他感官刺激，你对轻微的疼痛感觉并不敏感，但夜深人静时，疼痛常常会被放大。于是每当你入睡，一阵莫名的闷痛从胸腔深处传来，让你辗转反侧。你换了几个睡姿，仍然无法摆脱那股隐痛，甚至感觉痛楚沿着神经蔓延到了背部和肩胛。这种体验绝不好受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它可能在向你传递一个危险信号，那就是肺部出了状况，肿瘤已经大到影响到了周围的组织。许多肺癌患者事后回想时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确诊之前那段时间，夜里总是某个固定的部位隐隐作痛，其实就是肺癌的早期表现之一。他们当时往往以为是劳累或落枕，或者年纪大了睡眠品质不好才腰酸背痛，没有往肺的方向去联想。殊不知癌细胞已经在胸腔里生根发芽。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胸痛都是肺癌，有时我们白天劳动后肌肉酸痛、肋间神经痛或消化不良引起的胸口不适，也会在夜里表现得更明显。但要注意区分的是，如果这种疼痛总是在夜间发作，呈持续性钝痛，位置相对固定，而且和体位改变或服用止痛药并没有明显的关联，那就应该进一步检查，找出真相。特别需要警惕的是，肺癌引起的胸背痛有时会伴随其他异常，例如声音嘶哑、手臂酸痛无力等，这要看肿瘤压迫到哪里的神经。如果肿瘤位于肺尖部，压迫到臂丛神经，患者可能出现肩膀和手臂的疼痛或麻木。如果影响到喉返神经，则可能声音沙哑。如果压迫到交感神经，还可能引起面部出汗异常或眼睑下垂等综合症状。当然，这些都是相对少见且偏晚期的表现，但正因为夜间疼痛可能是走向严重的开端，更不能对它掉以轻心。事实上，临床上就有过因夜间胸痛而误诊的案例。一位王女士总是在夜里被一阵胸口疼痛折腾醒来，她以为自己心脏出了毛病，多次做心电图和心脏超声却查不出异常。折腾了一段时间后，她换了一家医院做了胸部 CT 检查，结果发现左肺尖部长了一颗肿瘤，已经侵犯到胸膜并压迫邻近神经，这正是造成她胸痛的原因。所幸发现时还不算太晚，经过手术治疗后她恢复良好。这个病例提醒我们，如果夜里经常出现难以解释的胸痛，不要只盯着心脏，胸腔里的肺也可能在向你抗议。讲完了咳嗽和胸痛，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怪象，夜里反复发低烧，甚至睡到一半满头大汗。很多人都有过夜里发烧出汗的经验，通常我们会觉得是感冒或感染所致。然而，如果你最近经常晚上睡到一半无缘无故的发烫出汗，
体温虽不算太高，但总是在37、38摄氏度上下浮动，那就要当心是否隐藏着更深层的原因了。医学上所说的低烧，指的是体温比正常值略高一点的状态，一般在摄氏37度到38度之间。许多肺癌患者在早期可能出现持续性低烧的现象。为什么癌症会让人发烧呢？简单来说，这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。当体内出现癌细胞这样的异常分子时，免疫系统会视其为敌人并发动攻击。在这场免疫战争中，人体的新陈代谢会加快，大量的细胞因子被释放，导致体温调节中枢上调。设定温度就好比我们主动把暖气开高了一点，结果体温就升上去了。于是病人就会觉得发热、口干，甚至微微出汗。尤其是在夜里，植物神经的调节更容易失衡，发烧常常在晚上更频繁或更明显。有些人可能没有实际量体温的习惯，只是睡觉时觉得身体燥热，或起床后发现衣服和被褥都有汗湿的痕迹。还有人是半夜突然被冷汗惊醒，发现自己出了一身汗，却并不觉得热，反而有些发冷，这其实可能是发烧后出汗散热的表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肺癌引起的发烧通常不是特别高的那种高烧，多半是这种反复的低热，可能持续数周不退，也可能时好时坏。病人在白天未必烧得明显，但一到晚上体温就上升。这种吸热现象在很多慢性感染和肿瘤患者身上都很常见。除了免疫因素，肺部肿瘤也可能通过其他机制引起低烧。比如一些肺癌患者之所以发烧，是因为肿瘤阻塞了支气管，引发局部的肺炎或肺不张，造成感染，所以发烧。还有癌症本身能分泌某些制热物质，也可能导致长期低烧。无论机制如何，夜间莫名的持续低烧都是一个危险信号。如果你夜里反复发烧，而又查不出明显的感染原因，那么务必要考虑包括肺癌在内的深层次问题，尽快就医检查。至于夜间盗汗，也就是睡觉时莫名出一身虚汗，往往和低烧密切相关。一方面，发烧时身体会出汗散热，另一方面，癌症患者常常消耗大，神经调节功能紊乱，也会导致睡觉时交感神经失衡，引发大汗淋漓。所以当一个人最近睡觉总是汗出如雨，又排除了更年期、低血糖等因素时，也要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肿瘤的可能。有些肺癌患者在确诊前还曾被当成其他疾病治疗。曾有一位60岁的张先生，夜里经常发低烧、出冷汗，还以为是得了肺结核，吃了好几个月抗生素却不见好转。后来辗转来到大医院深入检查，才发现左肺叶有一颗恶性肿瘤。还有的患者连续几周反复低烧不退，以为只是一般感染，多次换药治疗无效后，照胸片才发现肺部有阴影。类似的故事提醒我们，当身体频频发出热警报，却迟迟找不出感染源时，一定要想到深层次的原因，包括癌症在内都不能排除。以上提到的3种夜间异常现象，夜里无端咳嗽、夜间胸痛以及夜间反复发低烧或冷汗，可以说是肺部在夜里按下的3次警报铃。肺癌并非一日之寒，它从肺里一个微小病灶成长为明显肿瘤，往往需要数年时间。在这漫长的过程中，身体其实一直在设法提醒我们。有统计指出，在我们国家确诊肺癌时，约有70%患者已属中晚期阶段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因为早期实在太缺乏典型症状，又或者有了苗头也没被重视。许多人把夜间的咳嗽当成支气管炎的老毛病，把胸闷、胸痛归因于天气变化和年龄增长，把低烧盗汗看作是着凉的小样。等到咳血、体重骤减、呼吸严重困难这些明显的症状出现时，癌症往往已进展到了后期，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，令人追悔莫及。话说回来，肺癌的上述信号虽然值得警惕，但我们也不需要闻之色变、草木皆兵。关键在于平时要留心观察自己的身体变化，辨别寻常小病和重大隐患的差别。如果夜间咳嗽1-2次就自行缓解，或者能找到明确诱因，比如最近感冒了，空气污染严重，那大可不必立刻往癌症上想。但如果这些症状反复出现，渐渐加重，
或者根本找不到别的合理解释，那就千万别心存侥幸，及早就医检查，比如拍个胸部 X 光或者做低剂量肺部 CT， 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肺里到底有没有长不该长的东西。现在医疗技术发达，很多早期微小肺癌都能通过筛查及时发现，一旦及时手术或接受治疗，患者的预后往往非常理想，5年生存率可以大大提高。肺癌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掉以轻心，忽视身体发出的求救讯号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要主动降低肺癌的风险，比如远离烟草，避免长期处于二手烟或严重空气污染的环境中，多吃蔬菜水果来提高免疫力，定期体检等等。除此之外，针对高危人群，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，就是定期进行肺部筛查。研究显示，每年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能够大幅提高肺癌的早期发现率，特别是50岁以上有长期大量吸烟史，比如每天抽一包烟长达20-30年，或者有肺癌家族史的人，务必要将这种筛查纳入年度体检计划。对于经常下厨的家庭主妇，也应注意厨房通风，减少油烟长期吸入的危害。采取这些措施虽不能保证绝对不得肺癌，但至少可以降低肺癌找上门的风险。而最重要的是，谨记身体给予的每一个信号。当你的肺在黑夜中喊救命的时候，请一定不要装作听不见。肺癌不是突然来的，它就像一场潜伏的战争，在正式爆发前夕其实早有迹象，幸运的人会及时察觉到那些迹象，从而有机会抢先一步化解危机。不幸的人则可能错过了夜里传来的阵阵警报，等到战火烧遍全身才醒悟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要成为那个后知后觉的故事主角。当你躺在床上时，别忘了留意身体在说什么。愿我们都能及早捕捉疾病的信号，守护自己的肺部健康，远离肺癌的威胁。